老美这次的这个叫做雄狮崛起哦，突袭伊朗的核设施，这连以色列驻台代表啊尤玛雅都出来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怎么办呢？哦，只好打他哦，否则他核子弹发展成功以后，我们都受他威胁啊，非要在他核弹还没有搞出来之前先把它给炸了啊。那联合国秘书长说，美国对伊朗使用武力，直接威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那联合国总也不希望你打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老美呢，民怨也起来了，民愤也起来了，所以到处哦，纽约哦，还有呢这个全世界其他地方哦，这个法国、巴基斯坦、希腊、日本、印度很多大城市都有反美的活动哦，所以你没有事去打人家干嘛呢？不要开战啊，等等等等，因为有些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看到美国去打人嘛，就觉得说你不是说好你不去打人家吗？哈，那另外呢，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哈，所以有2艘超级油轮都各载运200万桶原油，赶快掉头，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嘛？对，万一打到怎么办呢？哦，那另外呢，到底怎么样封锁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国会已经通过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了。那现在还要看最高当局批不批准。它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布水雷，就水雷放那边，你过来就炸毁了，不，这蛮惨的啊。第二个呢，我用炮打你，哦，你来我就打你。另外呢，就是说呢，把自己先打自己，哦，伊朗封锁荷姆兹海，有点像说你打我，对不对？我打我自己。哦，因为封锁对他经济影响蛮大的啊。我在荷姆兹海峡把我自己的舰炸成几艘。就把你水道给你堵塞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美国来把船捞走啊？我炸我的船是怎样？我船沉了嘛？哦，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派直升机去打，我觉得那个比较不可能了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荷姆兹海峡牵涉到全世界20%的原油跟1/3的天然气，哦，那老美现在就跟老共喊话了，说你中国出来协商，哎。你美国打了以后叫中国出来散伙，中国怎么协商呢？中国跟伊朗讲说啊，算了，忍气吞声，哦，以大局为重，伊朗听得进去吗？那中国这样讲算是朋友吗？但是为什么叫中国出来协商？因为中国现在的用的就伊朗产的油，因为伊朗还是被全世界制裁，伊朗产油90%卖给中国，90%卖给中国。那你说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呢？也没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80%是烧煤。中国并不是烧油，中国自己产煤嘛，所以中国80%是烧煤，20%才其他的啊，包括油。那伊朗占90%，是对中国是有影响，但天然气其实影响不小，可能对我们都有影响。1/3的天然气从那边出来的，但这样对伊朗本身经济也会有影响。可伊朗可能想啊，对不对？那经济影响，我反正已经被你制裁那么久了，那又怎样呢？你就制裁俄罗斯，已经制裁那么多年了哈。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伊朗到底是要妥协？还是升级冲突，妥协也很惨。在这种情况下妥协，那叫你吞什么条件你都得吞啊。川普不是讲吗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无条件投降。哦，那你升级打下去，对伊朗也是蛮惨的。哦，那另外就是印太战略，刚刚陈玉珍委员讲，会不会因此兵都调到那边去了，就没有到这里来了？刚刚将军也讲了，他这么多飞机都到那个地方去，那印太会不会变中空？老共会不会趁机对台湾怎样啊？那但是外国媒体也说，你看原来都觉得美国退缩搞孤立主义，他这样一出来，表示呢，这样到时候呢对中国大陆也有吓止作用，你小心哦，你不要去打台湾哦，我美国还是这个世界警察哦，我并没有因此真的退缩。我们看一下。The supreme leader of Iran, Khamenei, has been continuously calling for the destruction and annihil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那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的照片，以色列驻台代表说，袭击伊朗行动是为了消除伊朗的核计划和弹道飞弹计划，更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出手，而针对中国谴责美国。I will say that from our side,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shared, but everyone who do not want
to see extremist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our world. We need to be united on this. 自然是期待外界持续听到以色列的声音，只是除了舆论，恐怕民众的荷包也会很有感。尤其伊朗议会决议关闭荷姆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交通命脉，是全球1/5的原油运输必经之路，当然也包括天然气液体和液化天然气。行政院则说，3天前已经邀集稳定物价小组研商，持续密切关注。好吧，这个伊朗刚刚消息是，伊朗有6个机场被以色列炸了，飞机、直升机很多被毁了，所以看起来以色列这个伊朗是没有制空权，对不对？完全都没有了，被控制了，被控制了啊！来，嘉玉怎么看？刚刚讲这个荷姆兹海峡，其实掌握了刚刚讲20%的原油之外，主要的市场都在亚洲。亚洲市场占这个原油的这个运输量是84%，那另外天然气是83%。为什么这么高？主要就是中国、印度、日本跟韩国是主要的输出国。那所以这次这个荷姆兹海峡如果封锁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日本跟韩国，可能影响是非常的大。所引起的通膨跟后续的经济上的影响，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关注的。但是回到川普，我觉得可以说是高深莫测啦。就是这次的手法里面，他一方面说要给2周的时间跟伊朗来去谈，就闷不吭声的，突然这个 B2 轰炸机就跑到了伊朗去轰炸。所以很多人说，过去大家说川普这个是 taco 这个Trump。always 这个chicken out，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这一次川普可以说打破了以美论跟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退缩论的这个说法。那甚至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说，对于未来的台湾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确实也是因为川普在去年竞选的时候，他曾经说，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他会去轰炸北京。这段谈话也最近被翻出来，就是说，如果说这一次川普这样子的攻打伊朗，会不会对中国产生嚇阻的效果？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去看，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战争的发展会到什么样。可是同样的，对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毕竟美国过去长久以来都避免跟伊朗发生战争，因为毕竟伊朗不是一般的这个中东国家，它算是中东里面在军事各方面都比较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现在所谓的核轰炸到底有没有成功？那伊朗会采取什么样？不管是报复，因为包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骷髅头炸弹的图片都显示出来了。当然，对美国人民来讲，会有一些比较疑惑的言论包括说未来对于美国国土的安全等等，可能会比较担心。可是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可能后续大家会看的就是说，毕竟伊朗内部也是有另外一派的所谓的保皇派对于过去所谓流亡这个巴勒维政权的后代据称是美国人，那可能被扶植成为伊朗的新政权，或者是伊朗内部会采取更极端、更这个恐怖的手段，都是大家在看说这一次美国既然参战之后，有没有办法一次的彻底的打击到伊朗的政权，那甚至产生政权的轮替。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伊朗后续可能会采取更多恐怖的攻击，甚至战争一触即发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大家最担心的。来，季凯。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川普这是做样子给这个以色列看的。这个空袭看起来，你看炸了6个巨坑，对，6个大洞，对不对？可看起来深度是不大够的，而且核辐射都没有出现嘛。可老讲，它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有些朋友在美国都打电话回来了，他担心美国会不会911那个事件重启，就那恐攻。连美国自己国务院都发布这个全球的安全这个警报了，所以美国内部的这个安全或者说有没有恐攻是值得大家关心的。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台湾是受害者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开打之后，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召开紧急的这个国安会议了。结果这1-2天发生什么事情？一方面是美军 B2 去空袭，对不对？今天更新的是伊朗的国会已经通过要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会非常大。今天我们台湾的股市一开盘，暴跌了463点呢。后来收也是收到也跌了300多，对不对？那你不是只有股市啊？你现在石油价格看起来会往上涨。刚刚敏清讲说什么？现在1桶多少？110的这个美元，现在估计说可能会到130哦，130美元。美元这个整个油价一上来，带动就是物价嘛，带动就是这个通膨嘛。所以今天我特别在这个经济委员会，我就问了经济部长，我说你上个礼拜已经开了国安会议了，然后现在又出现新的变数，美军去轰炸了这个伊朗的同时，今天海峡又被封锁，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准备？很空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好好去准备。
那更严重了。我刚刚讲另外一个点，我们本来以前我们要跟美金买了很多先进的这个武器，因为乌俄战争，我们的武器先被拿去那个乌克兰那边了，而且乌克兰又买不到了，乌克兰现在又买不到，现在拿到以色列那边去了。所以两边来讲，伊朗跟以色列继续这样打，台湾也是一个受害者，经济受到一个冲击，对不对？然后另外我们该拿到一些武器也没有，甚至就整个那个，如果说美金现在整个都往那个中东那边走，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可能中空的一个危险地带哈。所以来讲，对台湾来讲，我们很期待这个战争啊，不只是生灵涂炭，不要再打下去。对台湾好的话，赶快停下来。我刚查了一下，伊朗大概9000万人口了，人口大。那石油是全世界第4大产油国。那在这个产油中东国家里是第2大产油国，所以它资源其实还蛮丰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要团结10讲讲的都是分话。我看他就配合这个大罢免，对啊，10讲嘛，10次嘛，刚好算嘛，726嘛，对不对？就要1个月嘛，那他昨天在福伦社一个分会了哈，那团结，你不要管听这个名字，那你现在一方面在罢免，人在谈什么团结呢？你怎么团结谁呢？他要团结第2场要讲国家，整个台湾整个团结，你搞这个大罢免就不会团结嘛。本来在选举的时候，因为你也有你的候选人，我也有我候选人，大家基本上讲自己的人好，也会攻击对方，但是基本还是讲自己好嘛。为什么要投我们？那现在不是要罢免，民进党没有候选人了，都是骂国民党的立委啊，他多害，把没有那么坏也给你讲成那么坏，做的好事一件也不讲，所以搞得整个社会现在对立蛮严重的彼此对立很严重这个能团结吗？我不懂啊，你这个能够团结吗？所以呢，他要谈10个题目了，什么国家团结、宪政、外交、国防、两岸民主、和平、繁荣、均衡，要讲10次了当然有人笑他这学孙中山了，三民主义不是什么18讲到10几讲嘛那另外呢，他意思说了不管你叫中华民国、台湾都一样响亮国民不重要然后呢，这个。说呢，大陆中国说有台湾大错特错这点不用他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中华民国早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对不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统治过台湾呢？什么时候用了台湾？没有嘛，所以呢，这个也不需要你去讲啊，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个政治现实在这边嘛，那另外呢，他就说中国没统治过任何人，也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不是不知道那另外呢？他特别讲说呢，意思就是说，台湾跟大陆是不相，他讲的这边就是台湾跟中国是不相隶属的啦。就最多中间有一个马关条约，马关就割让啦，割让以后就没有了，那割让以后就作废啦，那最后不又回来了吗？就像香港对不对？跟英国这个签条约，签以后呢，时间到了，香港就回到大陆去了，回到中国去了。所以他只是说这马关那时候呢，台湾既然被割让就没关系了。这你讲的，金门没有被割让，对不对？然后呢，金门没有，没有啊。不，我觉得，我认为他其实真的要强调说，台湾基本上是南岛人啦。对啊。他只要讲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血缘根本无关了。那我就这样讲，我是这样赖清德我们都不要讲别的，抽血。对，你也去抽血，我也去抽血，然后看看你的血里面到底怎样。不是一抽就知道。现在你是医生不懂吗？基因我才不相信赖清德，赖清德看起来不像南岛人。你觉得赖清德看起来像南岛人吗？我们就不像啊。不，如果赖清德的抽出来血他90%是南岛人，我就服他了。就是啊，你抽的血，我告诉你，90%是福建人，南岛人，南什么岛人？南岛人当然我们也尊重原住民，但是你不是嘛？你要讲你不是，那你这不是数典忘祖吗？你祖宗都不认了，为了政治上理由啊。这不很好笑吗？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嘛，你一定要说是南岛，就跟蔡英文那时候还要去寻根，还跑到南岛什么去寻根，你真的以为你跟我跟你讲，不用做什么 DNA， 我看那个样子也看得出来啊，你还看不出来你是什么人吗？台湾人可能里面有一些原住民血统是有的，在当时有，但是占多少比例嘛？对吧？台湾人里面有多少有嘛？另外，就算有那个比例，在你的整个血统里面到底占多少？那测都测得出来啊！你现在不能说我只要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平埔人，我就是南岛人了。那是怎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大陆没关系，因为第一个马关条约已经把我割让，第二个呢，
我是从南岛来的，我是南岛人。我觉得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湾需要我们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团结国家实甲第一场总统22号亲自上阵。对内，我一直希望能够团结国人，团结朝野，团结国家，因应各种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吞威胁。这首场的演说在新庄登场，听讲对象瞄准扶轮社成员，主题先聚焦国家的定义，花了很大篇幅，从80万年前开始说，而讲到近代史。旧金山合约并没有把台湾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中共建国不到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中华民国、台湾都是我们的名字啦，都是我们国家的名字啦，都一样响亮啦。无论用哪一个民族称呼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啦，对不对？而话锋一转，总统更提及到去对岸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嘛，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曾经报过20几%了，后来就不再报了。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俗语嘛，家己派黄金啦，佫想要替人看风水，他自己的问题那么大，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民众要清楚，台湾这么好，民主社会、自由的国家。提供每一个人创业发展的机会。半小时的演说，赖总统只字未提罢免，但这放眼726，陆战无疑已经启动。来，世刚我本来非常期待昨天赖清德的演讲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新的论述，而且呢，连蓝营的朋友听得都觉得点头称是，觉得他这论述太棒了。可是昨天听完之后非常失望。第一个，没有新东西。他所讲的那些，包括什么过去旧金山合约，那个是传统独派人士长期以来的这个他的教条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听到这些独派人士演讲等等，就讲旧金山合约等等的，把这样子延续下来。再来，他的这个国家观念是混乱的，他到底是去年10月的祖国论，然后今年5月的这个并购论，还是到昨天什么台湾也好，中华民国也好都是我们的国家。那到底让你自己的总统，你是做哪一个国家的总统？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把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就很明白，就是如何维持中华民国的继续的永续经营嘛？这是你做总统必须做的事情嘛？但是昨天没有，从这个盘古开天辟地从这个远古的大象一直讲到现在，抓不到重点。那这个团结市场，大家团结什么呢？这团结市场基本上就是个分裂实讲嘛。你不管你的什么宪政体制也好，你的国家定位也好，你的两岸关系也好，你讲的基本上跟社会上大多数的民众是背道而驰的嘛。你就这个两岸关系，你所有的民调，不管谁当总统，蔡英文当总统到现在，都至少超过60%以上的人，6成5以上的人希望两岸和平往来，不要打仗。大家不要打仗，这个呼声是主流啊。但是我们的政府每天跃跃欲试。都觉得说哇，明天打一仗我们就这个出运了，然后叫大家呢防空洞买这个防空包，这个避难包，还在各式各样网络上做广告。那你的这个实讲基本上就没有达到大家想要听到未来的国家走到什么方向嘛，完全没有。所以整个的实讲，我就是配合整个大罢免的行动，但是我觉得恐怕罢免团体听完昨天赖清德的话，可能也认了吧。就是你的昨天的一个20-30分钟的演讲，作为一个罢免的题材，可能达不到，也没办法在网络上也好，做一个标题，做一个耸动的标题，做一个能够在内部找敌人的标题，找不到，做不到。好，这2天网络最红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万老师。郭委员你所有的这些国家实讲第一炮谈国家多庄严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谈法的时候，都觉得应该起立洗耳恭听。但是这2天的网络通通在谈万老师怎么样去霸凌人家的言论自由，所以你这个实讲，坦白讲，就是他自我意识的一个，他就是表达他的自我意识。所以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人格，第一，他很喜欢训话。还有这个在野党2个主席没去，否则他会被训1个小时、2个小时。好了，
我训不到在野党主席，我就找时间来训话你。搞不好原来就要跟在野党主席讲，因为没有这个讲实讲啊，第一讲从国家开始，还好没去，所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的人格，而且喜欢训话，把大家叫起来，集合起来听他训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团结十讲，基本上就是分裂十讲，为了大罢免而来。不，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因为讲的是团结十讲嘛，那你的目的是要让台湾人团结嘛，目的是，所以我才叫团结十讲。那你认为你听了赖清德昨天那个讲什么？我们的血统是什么？从什么长毛象开始到什么南岛文化，我们都是跟大陆没关系啦。哦，然后意思就是说，就他只是嘴巴不敢讲我要台独而已嘛。所以因此我要独立嘛。他其实目的就是要独。那你认为你讲这个话是会让台湾内部更团结吗？是会吗？赖清德，我问你，台湾因此一听你讲话就团结，还是你是团结你那一部分的人？只是团结的本来就想要台独那部分人。你到底是能够全部团结呢，还是团结一部分人嘛？那如果只要团结增强一部分人的信念，团结一部分人，那叫什么国家团结？国家怎么团结呢？怎么因此能够团结在一起呢？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有没有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这个事情达成那个目的嘛。那你这个能达成你那个目的吗？也很奇怪嘛，对不对？然后你又讲说大陆年轻人失业率很高，是，大陆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因为年轻人最惨，因为没有经验，一开始失业率都是全部人里面失业率最高的，老了不算。哦，那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大陆现在经济不好，哦，烂尾楼很多，年轻人失业率很高，所以大陆现在不配说这个什么台湾是他的，你的意思是这样？那有一天他经济好了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失业率突然只变成18%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讲了？他管他失业率多少，基本上你跟这个无关嘛，你是讲些什么呢？你好不好都无关嘛，对不对？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本来就这个比你中华人民国早先成立，所以我们才说你北京应该承认中华民国，要尊重中华民国，到底是这个地方啊，这跟他经济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休息一下再回来。